洪都拉斯推动与中国建交，本质是中美对决，悲催的是拜登政府。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就在蔡英文计划于今年4月份前往中美洲进行串访，并且顺道过境美国，与麦卡锡等一众美国官员会面时，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突然在推特上发文称，他已指示洪都拉斯外长雷纳处理与中国正式建立邦交关系的事宜。卡斯特罗没有表明会与台湾断交，但与中国建交就意味着洪都拉斯与台湾82年的所谓邦交关系将宣告终结。在蔡英文刚准备在国际社会刷存在感之际，洪都拉斯最终选择投入北京怀抱，对台湾地区当局无疑是又一个重大打击。蔡英文在台湾地区执政8年间，丢失了8个邦交国，再失去洪都拉斯，就只剩下13个邦交国了。如果你以为洪都拉斯的选择是台湾地区当局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对决，那你就又错了。这场发生在美国后院的外交对决，真正的角力是在中国和美国。早在2年前，卡斯特罗在竞选总统时就表示，一旦当选就会推进与中国大陆建交。这原本就是洪都拉斯自己的选择，但是最着急跳出来阻止的还不是台湾地区当局，而是拜登政府。在卡斯特罗刚上台时，美国就派出了代表团，就洪都拉斯可能与中国建交的问题进行磋商，并且利用美洪人权战略对话的机会，宣布德古西加巴宣言，直接援助了3300万美元，然后呢，让台湾地区当局出200万美元。随后，卡斯特罗表示愿意以台湾地区当局维持所谓的邦交。现在回过头来看，卡斯特罗当时的表态只不过是在政权更迭之际时的权宜之计。为什么洪都拉斯与中国是否建交，是中美两国在中美洲力量角力的具体体现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中美洲国家需要选择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只有与中国建交才最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中国在洪都拉斯的影响力最近几年是快速增加，这是美国无法阻止的大事。洪都拉斯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要想发展就必须解决2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是道路建设，二是电力建设。在当今全世界，只有中国能够提供资金和基建能力，也愿意帮助其发展。洪都拉斯到现在每天都会公布停电的区域，该国还是中国大陆第一个还没有建交就融资并完成基建的国家。去年，中国大陆电力建设集团已经完成在洪都拉斯北部阿雷纳水力发电厂的建设。近年来，中国开始加强推进与中美洲国家的经济联系，加大从该区域的进口，尤其是大豆、猪肉、水果等农产品。中国与中美洲国家双边的贸易总额到2019年已经升至3160亿美元，是巴西、智利、秘鲁和乌拉圭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与其他国家也多是第2大贸易伙伴。所以，仅从发展外贸经济的角度看，选择与中国建交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可见，拜登政府不是没有努力搞破坏，但是光靠打嘴炮没办法解决中美洲国家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拜登政府能给洪都拉斯的，就是以人权基金项目为主的一点援助，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作用极其有限。说实话，如果美国真的愿意帮助这些国家的话，也不至于发展到今天连电都用不上的程度。除了洪都拉斯之外，台湾下一个拉美外交危机可能是危地马拉和巴拉圭，因为他们下届最有希望当选的总统候选人都把与中国的建交当成竞选的口号。另外，太平洋岛国密克罗西亚也有意放弃台湾。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中国大陆以后与任何一个与台湾有邦交的国家建交，对决的对象已经不是台湾地区当局，而是美国。所以，洪都拉斯的这次选择，伤心的是台湾地区当局，悲催的是拜登政府。这个该懂的都懂。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